所以我是楚国公府走丢的大小姐。无论胎记还是相貌，姑娘与世子夫人当年所生女儿一模一样，不会错的。姑娘可愿即刻返回上京认祖归宗？我会回去的，但不是现在。认祖归宗乃是大事，怎可耽搁？嬷嬷有所不知，3年前我便已成婚，如今夫君赴京赶考，我需待他回来再做打算。原来如此，上京已放吧，想必姑爷不日即归。到时候姑爷随您回京，想必国公定会为他谋一官半职。此事不急，嬷嬷这一路辛苦了。夏荷，给些银子。虽出身乡野，周身气度却从容不迫。这位大小姐不一般。谢谢小姐。主子，那齐元洪早已背叛您，与青山伯府的千金暗中苟合，您为何还要顾虑他？要我说，就该让楚国公府的人好好替您出气才是。这齐元洪本就是攀附权贵之人，若他知道我现在是敌国公府的嫡女，那他定然会赖着主子，不肯和离。不错，从前我无权无势也就罢了，如今我身后站着楚国公府，岂能容他轻贱？小姐打算如何？我不信这上京权贵之女放着门当户对的世家公子不要，选择一个寒门书生，这其中定有猫腻。你去派人打听打听。是。想当初我身在司法系统，还未实现抱负，便意外猝死穿越，本以为就这样碌碌一生，但今朝命运翻转，或许我真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江玉，如今红狼状元及第，你一个出身山苦的乡野村妇，怎配站在他身边？齐元洪，你也是这么认为的？玉娘，月珍说话虽然直白了些，但句句在理。这和离书，你就签了吧。若我不同意呢？不肯。那我便替红狼送你一封休书。月珍，玉娘毕竟与我有恩，这样子做会不会太过分了些？红狼这是对他余情未了啊！怎么可能？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听见了吗？他说他爱的是我。10年前，你跪在我铺子门口，求我给你口饭吃，我不仅给了，还供着你一步一步从童生到状元及第，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玉娘，我劝你识相点，自己下堂啊。江玉，我家小姐可是青山伯府千金，你一个市井出身的妇人，哪里来的脸赖着状元郎不放？识相的，赶紧收下休书，离开状元郎。我本不想以势压人，可你若如此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不客气。大小姐，人从上京带回来了。带进来。江玉，你不会以为在上京认识几个人就能翻起什么浪吧？我姑母那可是当朝贵妃，拿什么和我斗？苏小姐误会了，我带来的人是来见你的。什么？青山伯府一别，不知苏小姐可还记得小生？怎么会在这儿？月珍，他是谁？看来状元郎还不知道啊。宋玉书宋公子不仅是京城梨园里最有名的旦角儿，还是苏小姐朝思暮想的老相好。够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
苏小姐，你从前拉我进帐子时，可不是这样说的。月真，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我和苏小姐早已……凤叔，我家小姐只不过是多请你唱了几场戏，你竟敢如此诋毁我家小姐，你真是不要命了！苏小姐，若是与宋公子有什么误会，说开便是，为何还起了杀心呢？原来他早就不是清白之人，怪不得会主动委身于我。可是我现在反悔不去，定然是毒树的罪。哼，想来此事也有误会。我相信月真。江月，你不过是一个低贱的商妇，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若是把我逼急了，我也不介意玉石俱焚。我倒想知道，此事若是闹大了，青山伯府和贵妃娘娘的脸面该往哪儿放？到底要干什么？哼！我要和齐元洪和离，并让他把这些年花我的银子全部还上。只有休书，爱要不要？既然是休书，那么请苏小姐解释解释，期初我犯了哪一条？无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成婚3年却无所出，如何不能休妻？哦，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你什么意思？我与齐元洪成亲3年，是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成亲那日，他父亲便撒手人寰，我便守孝3年，至今未圆房。试问，既无夫妻之实，又何来3年无子？怎么会这样？自古休妻，与更3年丧者不去，所以你们凭什么休我？玉娘，我答应你，你要银子，我给你便是。10年来，你花我的银子，连本带利，给我5000两便是。5000两？你莫是掉钱眼里去了？那我便同状元郎算上一算好了。状元郎10年寒窗，每年束修于笔墨20两，10年便是200两，你认与不认？认。每月伙食衣裳30两，10年便是3600两，你认不认？认。你住在江家，每月房租5两，10年便是600两。怎么房租也要算钱？状元郎又不是我请回来的佛像，我为何要免费供着？另外，你上京赶考，我给了你500两，合计便是4900两。此间10年只收你100两的利息，合计5000两。哼，你状元郎可还有什么问题吗？哼，月真，给钱吧。我怎会随身携带5000两银票？玉娘，要不我们过些时日再……我这人啊，喜欢今日事今日毕，不然时间一长，谁知道会有什么话传到上京去。好，我回去拿钱。主子，和离书已到手，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去上京？今夜就收拾细软，连夜动身。会不会太仓促了？苏月真那样的人，脸面比命金贵。我当众揭穿他未婚失贞，恐怕此刻已经想着如何报复我。是啊，奴婢这就去收拾。江玉这个贱人，他竟敢这样折辱我！
小姐默契，江玉只不过是个市井商贩，你若想要他的命，动手的事儿。可他让齐云红知道了我和宋玉书的事情。状元郎是个聪明人，他若想动怒，当场便可撕破脸皮。可他忍了，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得靠着伯爷和贵妃娘娘。将来只要小姐低下身段哄哄他，此事便翻篇了。可我从小到大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我就咽不下这口气。荷花，你找人去江家放火，我要给那个贱人一点教训。是。主子猜的果然不错，苏月珍果然心狠手辣。把他押回京，再给苏月珍捎封信，就说他已经拿着钱走。要不要先去救火呀？宅子里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不必了，让他烧，这样青山伯府才有把柄在我手里。至于里面的东西，日后我定会让他10倍偿还。珠儿，你可算回来了。这些年我夜夜梦见你。母亲莫哭，以后我会经常陪着您的。我是你的父亲，你如今叫什么名字啊？回父亲，我姓江，单字玉。哦，也姓江，那倒是省了不少事儿。父亲，您看他这名字。江玉听着比江珠大气不少，既然叫了这么多年，便不改了。多谢祖父。这么多年你都不认识了吧？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与你一母同胞的大哥张家荣，这是你大嫂张香菱。见过大哥大嫂。这是你二哥江家木，乃是柳姨娘所出。旁边的是你二嫂吴正言。见过二哥二嫂。既然都认得了，便退下吧。我有几句话要同玉儿单独说说。玉儿，坐下说话。多谢祖父。祖父想跟我说些什么？玉儿啊，当年你走丢后的事情还记得多少？同我说说。当年我走丢后醒来，便什么也不记得了。果然如此，我就知道你打小聪慧，3岁断文识字，5岁出口成章，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走丢？祖父的意思是，当年我走丢，并非意外。不错。我是胎穿到此处，究竟是什么人，能将拥有成年心智的我拐走？祖父可曾查出是何人所为？我查过，但毫无线索。可我敢断定，当年那人出手，一定是为了阻止我栽培你，让你踏上那条路。祖父想做什么？你打小便与寻常孩子不同，所以即便是你女儿身，我仍起了让你步入朝堂，辅佐为官的念头。入朝为官，国公爷想走的路，竟与我如出一辙。可如今你一丢便是10年，如今我也不确定你还能不能走这条路。祖父的顾虑我明白，既然如此，不妨先观察一段时日，再做决定。说说你的婚事吧，你为何要在齐元洪要娶青山伯府4小姐的时候，决定打探她的底细？祖父竟知道？你当真以为没有我的出手，你会轻易查到那宋玉书的下落？
原来国公爷一直在暗中观察，那他这是在考验我。亲手养大的狗，若是要咬我，我不会因为亲手咬过它而感到心软，只会想着如何一击毙命，绝后患。齐元洪忘恩负义，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只不过他身后站的是青山伯府的人，此事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可那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女，为何不让我替你出头？一则既然是报复，自然是要亲力亲为才痛快。二则我既已决定要重返上京，日后难免就要与权贵周旋，若是能攥住青山伯府的把柄，反倒能为我所用。可你要如何断定青山伯府四小姐身上一定有问题呢？齐元洪是寒门状元，于权贵而言不过是浮萍，但青山伯府却着急将嫡女嫁给他，此事定有猫腻。毕竟于权贵而言，嫡女是联姻的筹码。你可知道，不仅嫡女能联姻，河离的嫡女一样能联姻呐。祖父既愿意试我，想必是认为我能为楚国公府带来远比联姻更大的价值。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我要将我与齐元洪、苏月珍之间的恩怨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以河离的事情可就瞒不住了。为何要瞒？若有避讳，旁人会认为这是我的弱点。若我毫不在意，这些流言将对我毫无杀伤力。好，本国公果然没有看错人。玉儿，放手去做，让祖父看看你究竟能走多远。这齐元洪实在是狼心狗肺，他怎么能这样对你？母亲，您放心吧，我定不会轻饶他的。他们要是把你河里的事传出去，那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啊？母亲不必担心，我的婚事祖父另有打算。做不了你祖父的主，但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就算国公府不给你撑腰，你外祖宁远侯府也绝不会坐视不理。有母亲护着的感觉真好。说吧，是不是苏月珍派你来放火？屁！不肯开口，那这18件刑具便挨个试一遍吧。我说，是苏月珍派我来的，也是他让我放的火。夏荷，用刑。我说，你以为我想知道的只有这些吗？那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青山伯府都有哪些秘密。宋玉说，其实是四小姐派来监视大小姐的。她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大小姐强行将四小姐嫁给顾氏，大小姐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报复。说说你家老爷和那位贵妃娘娘吧。我说，我家老爷在玉琼街有一个外室，贵妃娘娘入宫前有个私生子。我全都说完了，没有了。国公爷，大小姐对那杨思用刑，从他口中撬出了不少青山伯府的秘密。
聪慧、冷静、果断，为何他偏偏就不是个男儿呢？或许是老天爷在考验国公爷。他兄长和他父亲在说什么？老爷和少爷还是老样子。哼，这两个不务正业、只知道训话未柳的废物，楚国公府要是交到他们手上，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列祖列宗呢？老奴瞧着，大小姐并不比其他世子差，可能会有转机呢。他若是男儿，楚国公府也算后继有人，可她是女子，罢了，先看她这次的表现吧。夏荷，那些告示都贴上了吗？已经叫人贴遍了上京的大街小巷，就连宫门口也悄悄贴了几张。想必明天一早，齐元洪和苏月珍的丑事就会传遍京城。好戏就要开场了，真是让人期待。江玉这个贱人，我一定要杀了他！蠢货！如今整个上京都知道你水性杨花，未出阁便私通戏子。老爷，月珍还是个孩子。齐元洪，我答应要把月珍嫁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伯爷，江玉对我情深意重，若不是月珍非要给休书，还放火烧人，事情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还有脸怪我呀？我看你就是忘不了那个贱人。够了，事已至此，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应该知道是不是月珍犯了错。哼，还轮不到你来娶她。既然蒋玉是你的前妻，那这事儿就由你来收场。如果这件事做不好的话，我看这婚事也就算了。伯爷放心，我这就去警告他，让他滚出上京，澄清事实。玉娘，既已和离，称呼我姓名便是。江玉，你既拿了和离书羽翼，又何必把事情闹这么大呢？所以我就该乖乖被你们烧死是吗？不是这个意思，月珍年纪小，不懂事，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吧。不好意思啊，手滑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够了！好了，既然这个贱人不识抬举，我们也没必要跟他客气了。江玉，我劝你现在立刻到青山伯府门口跪下负荆请罪，否则你休想活着离开上京。江玉，你和月珍的身份天差地别，又何必在这自讨苦吃？若我不答应呢？那我便当场杀了你，然后再写一封认罪书。若我今日只是个无人依靠的平头百姓，只怕真要被你们欺压致死。但可惜我不是。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主子可是楚国公府10年前失踪的大小姐。不，这不可能。她若真是楚国公府的嫡女，那我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还真是可笑呢。江玉，没想到你为了挽留红郎的心，竟能编出这种拙劣的谎言。楚国公府是何等能力，岂是你一个市井出身的妇人能高攀的？放肆！楚国公府的嫡女，岂是你们能随意羞辱的？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里口出狂言？看清楚，这是楚国公府的令牌。小姐，楚国公府10年前确实有位嫡女走失，会不会是真的？不可能，定是这个贱人从哪里偷来，就是为了哄骗我。江玉，我亲眼见过你娘，你不过是个市井讨生活的商妇，你竟敢拿这个事情来唬我，做梦！明天你就和我去青山伯府，澄清我和苏月珍的一切。信不信那是你们的事情，想让我替你们澄清，
休想！看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家小姐也是你能拦的？没想到他身边有这种高手护士。江毅这个贱人，三番两次的挑衅，简直没把我青山伯府放在眼里。荷花，回去告诉父亲，我要他死！主子在写什么？诉状。这是要状告那对奸夫淫妇。我志在仕途，此事不宜纠缠，需快刀斩乱麻，尽早在京中站稳脚跟。可如今您是楚国公府的千金，若真闹了官司，世子爷那边恐怕不会答应。他的意见并不重要。我的父亲若是能当大任，楚国公府就不会没落，祖父更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夏荷，以楚国公府的名义，将这诉状送去大理寺。是。传江玉、齐元洪、苏月珍上堂。大人，人犯已带到。三公、青山伯和楚国公，难道是有权贵感兴趣？这不是今年的新科状元郎吗？怎么会在公堂之上？你没听说吗？听说状元郎为讨高门，抛弃了法妻啊！杨玉，你疯了！竟敢到公堂上来，你就不怕得罪青山伯府？启禀大人，臣女乃楚国公府嫡女江玉，状告新科状元齐元洪忘恩负义，为娶青山伯府四小姐苏月珍，抛弃糟糠之妻，纵火烧死原配。江玉，公堂之上，你岂可胡言乱语？你不过就是一介乡野商女，怎敢冒充楚国公府之女？楚国公府已于3日前入大理寺，亲自递护帖，证明江玉乃当年走散的嫡出千金。怎么会这样？他的身份怎么会比我还尊贵？江玉，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份？在你带回苏月珍之前。既早已知晓，为何不同我说？我原本要告诉你的，可你一回来，第一句话便是和我和离。说你早点说，我怎能和他在一起？齐元洪，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后悔吗？这状元郎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抛弃情深的元妻，转头要个名声败坏的女人，真是愚蠢。住口！这根本就是谎言。肃静，江玉，你说齐元洪与苏月珍二人纵火行凶，可有证据？启禀大人，臣女有人证。传证人。你下去走着往里一直跑吗？怎么会落到这个贱人手里？大人，此人名唤杨四，乃青山伯府的家奴。那夜便是他潜入臣女宅中纵火。杨四，你可知罪？我认罪，火是我放的。大人，杨四虽出自我府，但谁又能保证不是江玉派人收买？此人证言断不可信。苏月珍，你说这话未免太荒唐了些吧？杨四的身契尚在青山伯府，而我当日远在外地，尚未认回楚国公府，如何能够轻易收买你们家的奴仆？你做生意手里有钱，自然能收买我的仆人。若我真能够轻易收买他，为何不让他对你动手，反而放火烧毁我自己的宅子？莫非是我脑子糊涂了，自己害自己？江玉说的有道理，再闹下去，只怕连青山伯都不会保我。江玉，你我毕竟夫妻一场，你也并无大碍，为何要闹到这个地步？齐元洪，你说的倒是轻巧，烧的不是你的宅子，你自然不心疼。
若有损失，我赔偿你便是。赔偿？你出身寒微，就连赴京赶考的盘缠都是我出的，你要如何赔偿？况且我今日损失5万两，你赔得起？5万两？一个2进2出的破房子，最多值个1000两，你张口就要5万两，你也太过了些。齐元洪，你可知，你今日这把火烧毁的不仅是我的宅子，还有我即将卖出的货物。你不过就是个卖布匹的，什么破不值5万两？启禀大人，江家账册所收物品皆为江南苏绣，一笔价值数百两，册上有苏绣织造方印章。大人若不信，可派人查证。印章无误，若以此计，确实值5万两上下。江云，你居然能卖得起苏绣？我贩卖粗布起家，10年苦熬，才得如今这点成就。你从未关心过，自然一无所知。早知道江玉有如此本事，我又何必去青山伯府低声下气？光这银子就够我飞黄腾达了。这状元郎也太离谱了，夫妻3年，竟然连妻子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利用完原配就抛弃，没有一点良心，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江玉，看在无人伤亡的份上，你就饶过我吧。当年我看中齐元洪的才学，才愿意同他成婚，怎料他竟是如此虚伪凉薄之人。触犯律法，应当依法处置。大人，证据确凿，还望大人公正断案。一边是楚国公府，一边是青山伯，这案子难办呀。好，说得好，触犯律法就会有所惩戒。参见秦王殿下。本王觉得江小姐言之有理，司琴大人，宣判吧。有秦王出面，此案算是稳了大半了。齐元洪、苏月珍纵火焚宅，蓄意伤人，证据确凿。慢着！安王殿下，您怎么也来了？听闻六弟在此，本王也想来凑凑热闹，倒是没想到这案子竟如此热闹。表兄，我不过是与江玉开了个小玩笑，没想到居然当真了。你快帮我劝劝他。既然是误会一场，倒不如看在本王的面子上，就此作罢。至于江小姐想要的赔偿，本王自会派人送去。江玉，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劝你差不多行了。这安王便是青山伯府嫁入宫中那位贵妃娘娘所生，有她给苏月珍撑腰，看来今日恐怕不能如意了。安王殿下，纵火伤人并非小事，此案若不了了之，恐失公允。区区一件小事闹得沸沸扬扬，成何体统？安王殿下，本王倒觉得此案并非小事。秦王这是在帮我？六弟是要诚心与本王作对不成？三哥言重了，只是楚国公与青山伯皆为重臣，此事牵扯颇深，交由父皇裁断，最为公允。江小姐，你以为如？秦王殿下言之有理，臣女这便回府与祖父商议。这该死的秦景薇，摆明了就是要借此事打压我。告辞。10年不见，他还是如此冷静理智。玉儿，你好端端的，突然就要告青山伯府。若父亲知道事情的原委，便不会说出好端端3个字。妹妹，虽然你的夫君被人抢了，确实委屈，但对方是青山伯府，他们背后还有贵妃娘娘，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兄长的意思是要我忍气吞声？
我也是为了你好，毕竟和离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光彩，倒不如息事宁人。等阵子，我和父亲再替你另谋夫婿，保你后半生安稳。此事我自会与祖父商议。若兄长与父亲有异议，不妨去请祖父便是。夏荷，我们走。父亲，妹妹未免太过任性，竟拿祖父来压你，分明就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倘若没有你祖父给他撑腰，他至于如此？只怕你祖父他还未死心。父亲的意思是，祖父还是想把楚国公府交到妹妹手里，得尽快把她嫁出去才是。你是说，今日秦王与安王双双现身公堂？正是。秦王似有意偏袒我，但只可惜被安王拦下。安王乃魏妃所生，乃诸皇之中排名最长。秦王虽排名靠后，却乃先皇后嫡出，两人一为长，一为嫡，在朝中早已分成两派，各自有理。那祖父又是哪一派之人？哪一派都不是。我虽已卸下兵权多年，但在军中仍有几分余威。这些年，陛下提防着，朝中对楚国公府的打压从未停止过。你父亲早先被人算计，不得不退出朝事。我若再轻易表态，只会让这楚国公府更早衰亡了。那秦王殿下是个什么样的人？此人少年从军，行事果断，有雷霆之威，回朝之后亦有雷霆手腕。至于私德，目前尚无大过。只怕祖父日后不得不成为秦王的人了。为何这般说呢？从青山伯府让苏月珍与齐元洪定亲那一刻起，从您认我归宗的那一刻起，我们与青山伯府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而青山伯府背后之人，正是安王殿下。是我狭隘了，只当是家族之间的私怨，竟没细思背后，竟牵扯到楚军之争。我猜秦王今日现身，不仅是偶然，而是一次试探与拉拢。若他能成事，那祖父想守住这楚国公府，便是唾手可得。你这丫头，胆子大，什么都敢想。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若明日陛下召见，祖父可以这样说，您就说。楚国公，近来身体可还安康？多谢陛下关怀，臣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昨日公堂之事，朕已听老六说起。这位便是你家刚找回来的小丫头吧？江玉见过陛下。陛下有所不知，臣这孙女儿虽然自幼聪慧机敏，却命途多舛。10年前被人拐走，一路颠沛流离，受尽疾苦。成人后，竟被人逼迫和离，宅邸被焚。她一个弱女子，竟受这般欺辱，臣实在是心痛，请圣上做主啊！楚国公不是一贯刚正严厉，怎么突然打起了感情牌？楚国公放心，此次唤青山伯入殿，便是要问个明白。陛下明鉴，臣的确不知江玉是楚国公府失散多年的孙女啊。伯公爷的意思是，若臣女只是平头百姓，便可让青山伯府随意欺凌。陛下，是臣治家不严，请皇上处罚。陛下，是臣妾管教不严，恳请降罪。恳
恳请降罪。贵妃此话何意啊？陛下家中亲眷失德，是臣妾管教无方。今日之事，臣妾想一并担责。主公，你怎么样了？要不要叫太医？臣没事，老毛病了。臣只怕有朝一日我撒手人寰，这孩子该如何自处啊？祖父，您别多想，我相信陛下一定会明察秋毫，还我一个公道。朕一定给他做主。好一出苦肉计，老狐狸竟演得滴水不漏。江玉，此事你是苦主，朕想听听你的意思。臣女的确有话要说，还请陛下恕臣女斗胆妄言。但说无妨。臣女这几日一直在想个问题：前朝为何二世而亡？胡闹！前朝之事岂是一个女子妄谈？江玉，你别以为和我同读几年书就敢在陛下面前妄国言政。真是个蠢货！圣上面前竟敢谈论前朝父王，简直是自取灭亡。接着说。前朝初建，威权鼎盛，然短短2代便国祚断绝。臣女以为其根本原因是帝王宠信奸佞，用错其人。继续。为官者应看重品行，若为官者为了一己私欲，无所不用其极，则将来定会祸乱朝纲。若是皇上把江毅的话听进去，对安王和青山伯府都是重大的打击。皇上，是臣妾管教不当，请皇上赐罪。陛下，子不教父之过，都是臣的错，臣愿一并领罪。陛下，臣女斗胆，对子不教父之过有不同的理解。好，说来听听。臣女以为子女的教养是家庭的熏陶，潜移默化而成的。家中长辈作恶，对子孙后代也会耳濡目染。因此，朝廷官员的选拔，对其家族的德行调查尤为重要。那你觉得该如何？为官者，家中3代若有人犯下重罪，其子孙不得入朝为官，唯有肃清根本，方能令庙堂不染尘埃。你这番话虽为女子所言，却不输朝臣之见解。起身。谢陛下。齐元洪，你德行有亏，即日起革去状元之名，罢除官职，其后3代不得再参加科举。完了，现在彻底完了。苏月珍，你唆使手下纵火行凶，虽未酿成大祸，但心术歹毒，杖责30，3日后与揭示示众。一女闭嘴！青山伯，你管教不严，罚俸2年，以儆效尤。至于苏贵妃，你身为姑，却管教不严，禁足2个月。谢主隆恩。江玉，你觉得朕的做法可还满意？陛下圣明，不过臣女的宅子此次也被烧得一干二净。江小姐放心，我一定全数赔偿。你那断其3代仕途的法子够狠啊！没想到现代考公最基本的规定，竟然可以小小的震撼古代人。祖父，我也是侥幸曾在古籍中读过此法。如此一来，算是彻底断了齐宏元的仕途。正因如此，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青山伯甚至是安王的报复。父亲，
3日后，我若真被当进杖刑示众，那咱们青山伯府的脸面和贵妃娘娘的颜面就全会被人踩在脚下呀，父亲。你还有脸说这话？若不是你没脑子，事情怎么会成这样？那齐元洪和江玉已经和离了，你为何还要去杀他？还不是因为江玉，他唆使宋玉书借我丑事，害我颜面尽失，我怎能咽下这口气？蠢货！那你下手倒是干净些，没有烧死就算了，人还被抓走了，老子想抵赖都不成。此事应该尽快平息。杖责之后，你立刻与齐元洪成亲。不行，父亲，我不能嫁他。我若嫁他，那我以后子孙后代就都没有出路了。你以为你还有选择？闺中与人私通，又被当众打板子，你不嫁给他，还能嫁给谁？我本该是楚国公的乘龙快婿，如今却要娶个这样的破鞋，还有无出头之路，我不甘心。玉娘，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玉娘。我说过，你已经没有资格喊我玉娘了。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的真实身份？我若早点告诉你，你又岂会将自己的丑陋暴露出来？我早该知道，你心机，我是不如你的。哼，有话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我负了你，你要报仇，我认。可是你为何如此歹毒？3代不能为官，让我永世困在泥地，永不出头。你可曾记得求娶我时立下的誓言？你说过，若是有朝一日负我，你和你的全家世世代代为奴为婢。如今我只不过是让你3代不为官，以示手下留情。我们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就念念旧情，放过我这回吧。你答应青山伯父婚事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会如何？你带着苏月珍到我面前，当众写下休书之时，可曾想过饶我半分？苦读10年寒窗，只想出人头地，位极人臣。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江玉，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不可能。江玉，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后悔今日所为。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应对？青山伯看中齐元洪，是想培植一名能够入朝为官的心腹，但如今我把这条路给斩断了，青山伯府必定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定还会继续动手。要不要我多派几个人护着你？如今我刚在陛下面前露脸，他们不敢直接对我动手。你的意思是，父亲与大哥是楚国公府最容易攻破的破绽，他们若要报复，只需在这儿下手。祖父，您输了。安王殿下，久闻你广招贤士，你看能不能？如果你还是状元，本王倒是可以将你收入麾下。可如今不配。王爷说的是，如今我确实一无所有。若王爷愿意收留我，我愿意做王爷最听话的狗。哦，做狗，这倒是很有趣呀。如今我确实不能再入仕途，但我多年读书，可以为王爷出谋划策。若他日登基大典，便给我1官半职足矣。这话我倒是爱听。既如此，以后你便跟在我的身边吧。多谢安王殿下，属下愿时时追随。那齐元洪自愿投靠安王，还甘愿为奴为狗？是的，2人还密谋要对楚国公府展开报复。此事是否要通报江小姐一声？你倒是挺心善的。王爷您从来不管后宅之事，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为江小姐出头，属下也是看到王爷对江小姐另眼相待，才会如此提议。好了，我们快逃吧。来不及了，你先走。
去楚国公府找人来救我。糟了，竟然跑了一个！若当某日昏迷，他也不会变为10年。我总归是欠他的。派人盯着点，楚国公府的人。是。玉儿，你明日可是要去那青山伯府看四小姐受刑？自然要去的，她欠我的，总要还回来。这事你受委屈了，还好你是个争气的，手段了得，不像你那不中用的父亲和大哥，遇事只知道忍气吞声，活该他们被人骑在头上。母亲，能否同我说说这父亲与大哥的事？你父亲年轻时也曾有一腔热血，只可惜遭人暗算，被贬之后志气全无，一蹶不振。至于你大哥，从小吊儿郎当，读书练武都不上心，长大后只晓得流连烟花之地。那姨娘与二哥呢？那姨娘倒安分，不争不闹。至于你二哥，虽说与你大哥同日出生，但自小体弱多病，走2步都要咳嗽。大哥和二哥是同日出生，竟然这般巧合。这啥情况？这不是苏月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青山伯府四小姐苏月珍，唆使家奴纵火，虽未酿成大祸，但心术歹毒，杖责30，今日于街市示众。钦此。江玉竟当众让我受辱至此，我一定要他血债血偿！主子，这也太解气了。对他而言，这样的折磨远比肉体痛苦更加难以承受。即便与齐元洪成婚，将来过的也不过是鸡飞狗跳的日子罢了。江小姐，秦王殿下，本王今日约江小姐前来，是有一事相告。何事？齐元洪已投靠安王，成了他的谋士。他们打算借江南私盐一案，对楚国公府下手。齐元洪竟然贼心不死！多谢秦王殿下相告。举手之劳，不必言谢。秦王为何突然示好？是想借楚国公府的势力为后盾？秦王殿下此番相助，是想与我祖父结盟？非也，我想要结盟的不是楚国公，而是江小姐。我对江小姐一见钟情，我打算这一辈子非江小姐不娶。秦王殿下是否过于草率？你我素未深交，况且我曾与人和离，名声并不好听。我不介意你和离过。事发突然，江小姐，不要着急拒绝，我白人方正。主子，这秦王殿下为何突然向您表白了呀？秦王虽最具储君之相，但先皇后早逝，其母族世丹，多次相助，大约是想借楚国公府的势力助他一臂之力吧。那主子，你要答应他吗？若嫁作王妃，我此生怕是与做官无缘。我不甘心。你是说，秦王要娶你？正是。虽不知秦王为何有此意，但如此一来，我入朝为官之事便不能再拖了。朝中女官虽凤毛麟角，却也并非没有先例。先前你在陛下面前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若是我与你外祖联手推荐，未必没有机会。那便劳烦祖父了。另外，如秦王所言，安王与青山伯府已经开始谋划，欲借江南私盐之事，对楚国公府动手。可我府中上下从未牵扯私盐一事。从前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我让人盯着父亲与大哥，发现他们包下一位花魁，而那位花魁背后的老鸨正是安王的人。你的意思是，父亲与大哥被人做局设计，已经在出资文书上签了名，而那份文书正是贩卖私盐的账簿。荒唐！他们怎可如此糊涂？犯私可是死罪啊！祖父莫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啊？我需减量进户部，借助调查一案调查此事。另外，还请祖父派人将父亲与大哥看管起来，防止消息外泄。好，就依你的意思吧。哈哈哈哈哈！坐。这宁远侯的长相怎会如此眼熟？老姜，这就是我那聪明伶俐的外孙女儿吧？外祖父好。好孩子，这些年委屈你了。老陆，你我当年就曾商量过，如果玉儿资质出众，必当送她入朝为官。如今这孩子回来了，是时候兑现承诺了。江月，此事非同小可，你可考虑好了？外祖，我一回上京，便得罪了青山伯与安王。若身后无庇佑，只怕将来我和我身边的人，定会遭到安王的清算。啊，玉儿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好，我答应你们，明日我就上书陛下，为玉儿请命。多谢外祖成全。国公爷，世子爷和嘉荣究竟做错了什么？您为何突然将他们关进地牢？国公爷，世子爷毕竟是您唯一的嫡子，何故如此严厉呢？住口！你们还敢替他们父子两个求情？你们可知，他们父子整日寻花问柳也就罢了，竟然还包下同一个花魁，简直是有辱家门！可是嘉荣毕竟年轻，年少轻狂，总有个改过的机会吧？大嫂不必担忧，想必祖父此举也是为了让大哥悔过自新。我知道外祖为何眼熟了，他竟和江家木长得如此相似。李叔，你仔细想想，我大哥与二哥生辰那日是个什么情形？那年啊，世子夫人和柳姨娘先后各有身孕，虽说柳姨娘月份小些，但是世子夫人刚生产没有多久，柳姨娘也紧跟着临产。这么说来，二人几乎是在前后脚生下男婴。当年的接生婆可还能找到？能找到，人在乡下。大小姐，你找接生婆做什么？今日我见到了外祖父，他的长相与我二哥极其相似。这怎么可能？我也不想相信，可若此事是真的，只怕楚国公府的天要变了。我明白了，我这马上就安排人手查清楚。
就他了。掌柜的，帮我包起来。好嘞。慢着。苏月珍，你又来做什么？这个发簪我要了。掌柜的，这白玉簪明明是我家主子先挑中的。苏小姐，要不您再看看其他首饰？我就要这只。哼，看来不管是男人还是首饰，苏小姐都这么喜欢抢别人的。你什么意思？看来苏小姐前些日子被当街杖责，还是打得轻了些。哼，江月，你别得意的太早。我告诉你，你嚣张不了多久。很快，你们楚国公府就要完了。小姐，我竟不知什么时候三品伯府的小姐也敢对一品国公府的嫡女指手画脚。你一个没有人要的弃妇，你也就能撑过这几天了。苏小姐，你若是闲得没事，不如花点时间先管管自己吧。你就不好奇那个宋玉书究竟是谁安排进青山伯府的吗？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宋玉书是有人安排的？你还真是蠢得可怜啊！一个梨园戏子，若是背后无人指使，他哪来的胆子敢与贵女私通？小姐，这要是让老爷夫人知道了，又该责骂您了。我不就是让大姐不能参加选秀，她倒好。她如此恶毒，想让宋玉书来毁了我。奴婢当初也劝过您，可您一头栽进去，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宋玉书是这样，齐元红也一样，一个个虚伪、无耻、负心薄情。事已至此，小姐再怨也无益了。姑爷现在虽沦为庶人，却在安王身边得以重用。若将来安王继承王位，何尝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说的对，如今我唯一能指望的便是齐元红了。只要我表哥登基，以后我的地位便等同于长公主。到时候什么样的男人我得不到？至于江玉，等私盐案一爆出来，他必死无疑。女儿，陛下已经准了你入朝为官一事。太好了。不过陛下虽然应允，但也说了，女子入仕实属破例，需先通过6部联合设立的入仕考核，成绩合格方可受职。祖父放心，既要做官，就该凭真才实学。我既有此志，绝不会让祖父失望。好，有志气。老张，老奴在。明日起，把近年科举与6部试题全部整理出来，送给玉儿温习。是。如今这最难的一步终于踏出去了。什么？江玉要入朝为官？没错，今日在朝堂之上，宁远侯向父皇举荐了江玉，女子入仕简直是天方夜谭。陛下就这么答应了？父皇起初他有些犹豫，但宁远侯以楚国公府后继无人为由，苦苦求情。父皇要碍于楚国公旧勋，便顺水推舟，让6部联合设下了考核。王爷，您万万不能让江玉入朝为官啊！你为何如此忌惮玉儿？玉娘，此题太难，明日若答不上来，定会被夫子怪罪的。我来看看。你一个女子，怎会懂这种题？这题若从御史台条陈切入，再引大理律逐条反驳，说不定能博得夫子青眼。
你按照他的打法，结果如何？殿下，那题正是今年考试上的压轴题。殿试上，我照他所言作答，才被殿下盛赞，才得状元之名。没想到他竟有这等才学。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抱着这么好的一位妻子，你弃之如敝履，去迎娶我那蠢笨的表妹。江玉陪我读过几年书，兴许只是误打误撞罢了。不过她的确比寻常女子心性更坚韧，若她入朝为官的话，王爷怕是心腹大患。那你打算如何？陛下只是碍于楚国公的脸面，才答应考试。王爷不妨买通主考官，加大题目难度，让江玉身败名裂。这倒不难，户部的主考官便是本王的人，最好再放出他的谣言，说他被休弃后想借仕途再嫁高门，到那时他就名誉尽毁。不错，这样一来，就算他通过了考核，也无法在朝堂中立足。待私盐案一出，陛下定起疑心，楚国公安插他入朝别有用心。到那时，楚国公就算与秦王结盟，也会保护不了他分毫。好，就按你说的去做。江玉，你毁我前程，辱我颜面，我要你100倍偿还。秦王殿下若是为了婚嫁之事而来，江小姐误会了，既知江小姐不愿，秦为愿意等。这秦王倒是挺有风度。那你今日是来主持此次6部考核之人是吏部侍郎严瑞华。此人有问题？严瑞华是三哥的人，以往举荐官员考核的试题跟科举的试题差不多，但三哥为了为难你，让人对试题做了手脚。这是我让人提前去抄录的试题。他们若真做了手脚，无非便是加重题难、苛刻评分而已。我既要踏进朝堂，自然已经做好了承受这一切的准备。那本王便提前预祝小江大人得偿所愿。小江大人，是了，我总会成为小江大人的。王爷，您费尽心思才拿到的试题，江小姐一句话就给拒了，岂不是白忙一场？她能拒绝，才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可江小姐若真这么厉害，通过了考核成了女官，那陛下还会允许您娶她吗？比起父皇愿不愿意，我更在意的，他愿不愿意。这便是楚国公府那位嫡女，谁让她进来？模样倒是不俗，只是为何偏偏入朝为官？女子入朝就是荒唐，到时候看见试卷，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呀！谁说女子不能为官？论才学与心智，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也能。女子生性多情，政事纷繁，岂是你能承受的？是啊，女子在家相夫教子便好，怎甚天下之重？江小姐这嘴皮子倒是厉害，只怕待会儿连题目都认不得，贻笑朝堂啊！三哥此言未免偏颇，不知可还记得我大前开国之主是谁？我当然记得，自然是高祖皇帝。三哥看不起女人，可高祖秦潇湘便是女儿身。想当初，高祖于乱世之中披甲领兵，击退外敌，一步步踏上帝王之位，创我大前盛世。他开6部，纳百官，以德服人，以治治国。当年他呢，
今日女子，为何不能？若非近年来理学盛行，束缚妇德，怎会让无数才女困于后宅？但我以为天下之才不应问性别，只应问真才实学。在这男尊女卑的时代，秦王竟然会这样想，难道他也是穿越来的？陛下驾到！陛下来了，陛下来了！拜见武皇！拜见武皇！平身！谢武皇！众爱卿所言，朕皆有所耳闻呐。这女子入世，的确非寻常之举，但若有真才实学，朕自然会不拘一格嘛。陛下所言极是。江玉，今天是6部联考，你可别让朕失望啊。是。赐座。开卷。他们要我退，要我休，要我败，我偏要在这朝堂之上写下我的锋芒。安王可真是好手段，试题如此的偏门，是生怕我能通过考试吗？还好前世上了20年学，今生又学了10几年，这些试题还真难不倒我。明经诸科，不是已经不考了吗？别说今年，就是近5年内也未曾考核呀。严瑞华，你是怎么出题的？下官相信江大小姐的能力。楚国公不必担忧，我相信江玉可以。秦王一直不近女色，前不久对玉儿明言心意，如今又处处相护，难不成他对玉儿是真动了情？不错不错，功底深厚，见解独特，行文简洁，却不失文采啊！来人，将江玉的试卷誊抄分发下去，让众爱卿也看看。这么难的题目，江玉竟然完成了，天后还说他只是陪读。引经据典，条理清晰，的确堪称典范。诸位大人，你们可都看清楚了，我孙女可是有真本事的。谁知道有没有人提前给他泄露题目啊？王大人的意思是，此题你若早看3日，便能写出这种水平。王爱卿若有这本事，之前朕向你问正事，为何百般推脱？朕知罪，请皇上恕罪。江玉，你几岁启蒙的？可曾上过学啊？禀陛下，臣女3岁启蒙，读过几年学堂，后不幸被拐，辗转多年，未得再入学堂。但与齐元洪成婚后，他读什么书，臣女便一同研读。如此说来，状元学了什么？你也学了什么？陛下，齐元洪他有老师讲学，而玉儿全靠自学，能有这番成绩，实属不易呀。楚国公啊，你真生了个好孙女儿。此番书面考核，江玉，算你过了。多谢陛下恩典。先别高兴得太早，还有殿试呢。陛下请问，你说如何能让大钱长治久安？这道题看似简单，实则宽泛。若江玉答得平庸，前功尽弃；若太过激进，又恐引人非议。臣女以为，要想长治久安，其一
边境安稳，方能固本清源。国有强兵，敌不敢犯。其二，要以农桑为主，农业强则百业兴，国库足，民心稳。其三，施以教化，百姓须知廉耻，晓礼仪，如此方能久安。众卿以为如何？江玉之言，臣受益良多。没想到我大秦终于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呀！江玉啊，你答得不错，但我朝律例尚未细缓女子入仕之制。你想任何职？男子能为，我亦能为；男子能胜任何职，我亦能胜任。好，既如此，你便从6部中自选一职吧。近些年国库亏空，税制繁杂，臣女愿尽绵薄之力，进入户部，为国分忧。好，严瑞华，臣在。户部可有何事职位？没让江玉出丑，已经让安王不满了，必须给他安排一个没用的职位。有户部清查御史6品。江玉，那你便10日后上任吧。多谢陛下恩典。恭喜小江大人如愿入主朝堂。今日多谢秦王殿下几次仗义直言，江玉敏感于心。还是小江大人人才出众，本王只不过是推波助澜罢了。殿下大恩，江玉和楚国公府来日定当相报。小江大人，可还记得10年前你是怎么被拐的吗？那年我醒来后便记忆受损，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原来如此，无妨，本王一定会让你记起那一天。10年前，我和秦王真的只是同窗吗？你不是说江玉只是个陪读吗？今日在朝堂之上，他却一鸣惊人，就连父皇都对他赞不绝口。殿下，这并非是坏事。江玉入户部，反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你还有什么主意？属下已命人去查江南私盐一事，过不了几日，账目就会查到江家荣头上。他虽不中用，却是楚国公府唯一的嫡子，楚国公定然不会坐视不管。你的意思是，楚国公为了维护子孙，会出面干预？届时，楚国公定会包庇此事，王爷只需要将账目拿出，陛下定会勃然大怒。这样也难，父皇一定会震怒，甚至怀疑江玉入户部，就是为了借职徇私。不错，他到时刚戴上了乌纱帽，还未捂热，天啊，掉脑袋了。难怪你能考中状元，虽然比江玉有所不如，但是还是胜过其他谋士。王爷过誉，就算被贬为朔游如何？只要有青山伯父这层关系，终有一日我定会翻身。父亲，父亲，祖父，祖父，祖父，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已经将我关入这地牢啊？父亲，祖父，列正，你知不知道，要是没有你妹妹，你差点害死了整个国府的人。什么？父亲，家荣不过是包下了一个青楼女子，怎么会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对啊，祖父。父亲可知，那青楼女子是安王安排的人。就算是安王的人，那也没必要说这么严重吧？对啊，毕竟是个女子罢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你问问你的好儿子，是不是被那青楼女子哄骗，在一本账册上签了字？清月说有熟识的人经营传阅，稳赚不赔，我一时心动便投了银子，还在一本账目上签了名。父亲，大哥签名的账册乃是江南私盐走私账册。私盐怎么会这样？贩卖私盐，那可是死罪啊！父亲，祖父，祖父，现在知道怕了。就你那点脑子，还想着唱和生意？祖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以为只是普通的生意，你们要救我呀，父亲，祖父。已经来不及了，对方有意设局，
只怕那账册定然已经被转交出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不能坐以待毙啊！如今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切割大哥与楚国公府的关系。切割？不行，我是楚国公府的嫡子。江玉，你好狠的心，你是想让我死吗？大哥是不是楚国公府的嫡子，你自己心里难道不知道吗？玉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家荣不是楚国公府的嫡子啊？父亲，当年大哥与二哥同日所生，是柳姨娘收买了接生婆，调换了二人的身份。楚国公府真正的嫡子是二哥。这怎么可能？我派人去审问过那个接生婆子，此事虽然荒唐，但的确是真的。你不信也得信。江玉，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明明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为何不说？我是在我6岁那年知道的。赵姨娘告诉我，我不是嫡子。你竟然这么早就知道？我也不想替代任何人，可我又能如何呢？当年又不是我要换的。大哥又何必在这装无辜呢？那你为何又派人在二哥的药里下毒？你居然还给家母下毒！我只是怕他比我优秀，我没有想要杀他，只是想让他永远不如我。江家荣，虽然整件事的起因与你无关，但这么多年，我楚国公府从来没亏欠过你。如今你毒害嫡子，又私通犯言，我不能再领你了。父亲，祖父，父亲，祖父，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父亲，求你祖父饶了我吧，父亲。这杯毒酒，祖父，我知错了，祖父，我知错了，真的知错了，父亲。家荣他终究是我儿子，父亲，你若是心疼，那就替他顶罪。这件事总得有人为此事伏法。父亲，爹，求你，让祖父饶了我吧，父亲。关于大哥与二哥身份互换的事，祖父打算如何处置？对外我会宣称家荣因病早逝，将家目过继到你母亲名下，让她继承嫡子身份。至于柳姨娘，死一个姨娘，在上京再寻常不过了。至于你母亲那边，就交由你去说明原委。是。玉儿，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要是能早一点发现……祖父，成功与失败不是用一件事情就可以判定的。人生在世，谁又能顺风顺水呢？罢了。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呀？大哥因病去世的消息需暂时压下来，等到安王动手之后再放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安王刚愎自用，此次失手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祖父不必担心，我虽只是6品清查御史，但手中握有审核历年户部账册之权。安王这些年暗中聚敛，未必干净，我会一查到底。家荣真的死了？回世子爷，大少爷断气了。父亲这一次是动了真格，把他当弃子了。大少爷谋害嫡子，又牵涉私盐重罪，国公爷也别无选择。父亲全力将江玉推上朝坛，若有一日我也成弃子了，岂不是？你去整理份上京尚未婚配的男子名册。世子爷要男子名册做什么？当然是尽快帮我那好女儿找个好归宿。玉儿，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急事吗？是啊，大小姐，是不是与大少爷有关啊？姨娘这么关心大哥，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才是大哥的亲生母亲呢。这嘉荣是楚国公府的嫡子，我这做姨娘的自然要多上点心。那姨娘是否知道，大哥这些年一直在二哥的药中下毒？不可能，嘉荣不是那样的人。姨娘，你第一时间是否认大哥行事，而不是关心二哥。看来在姨娘眼中，大哥比二哥还重要。我不是。玉儿，你是说嘉荣真的给嘉木下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母亲，当年您生产虚弱，是柳姨娘收买了接生婆，趁乱交换了大哥与二哥的身份。你是说嘉木才是我亲生的儿子？江玉，你胡说！哼，柳姨娘，有件事情你怕是还不知道吧？这大哥早已在祖父面前认罪自裁了。嘉荣怎么会？玉儿，你大哥没了。母亲，毒害嫡子有违天理，往后二哥会过继到您的名下，认回嫡子的。江玉，是不是你找人做的？你想抢走家人的继承人之位，所以就找人杀了他。是他自己做了这些无法挽回的错误，才引来了杀身之祸。早知道当年我就不该信任，就该让人把你杀了。当年玉儿被拐，是你做的手脚。没错，就是我，都怪江玉太出众。若不除了他，我儿怎有出头之日？我当年让人把他拐走，就是想让他再也回不来。谁知他偏偏命大，回来了，还毁了我儿。我的儿，都是我害了你，你没了，我也不想活了。原来当年害我被拐的真凶竟然是他，可我与秦王又是怎么一回事？吾皇万岁万岁万岁！诸位爱卿，免礼，谢万岁！今日上朝有何事启奏？启禀陛下，江宁知府近日呈报，江南有人大肆贩卖私盐，规模极大，已成气候。贩卖私盐，可查出背后之人？江宁知府已着手调查，但据探报称，此案极可能牵连朝中权贵与世家大族，恐怕地方官员人为言轻，难以彻查。世家大族又何妨？他们今日敢贩卖私盐，明日就敢私铸钱币。此事必须严惩所有涉事之人，格杀勿论。臣遵旨。安王终于忍不住了。哎，本王还真是第一次见女子穿官服，真是别有一番风情。我不是守卫馆女子，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殿下多见几次，便不会觉得稀奇了。江小姐果然伶牙俐齿，本王只不过夸你长得漂亮罢了。三哥用漂亮形容朝臣，略有不妥。微臣江玉见过秦王殿下。小江大人，你若是要去户部官署，不如让本王为你引路，可省些脚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该死的秦景卫，总是要与我作对。等楚国公府灭了之后，下一个就是你。哼！小江大人，这里便是户部官署。多谢秦王殿下引路。亲自带我到户部，又止步门前，
可见心思细腻。小强大人，初到户部，不如便从价格库做起，整理历年账册，熟悉业务。严瑞华竟然让我去整理档案，难不成他以为这样能让我知难而退了？是。今日第一次上朝，感觉如何？户部那些老东西没有为难你吧？严瑞华把我派去整理价格库旧账，以为能够困住我，却没想到我在账册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哦，说来听听。这些年的军费支出与往年对照存在明显不符，虽无确证，但其中隐情只怕不浅。查账如拨简，急不得，想动便要一招致命。是。我听闻今日在朝堂之上，安王指使严瑞华提出江南私盐一案。他大概是沉不住气了。不过这样也好，我们今晚就抢先为大哥发丧，如此一来，即使他们想借助私盐账目发难，也死不对证。老程，老奴在。就按玉儿的意思去办。是。难怪昨日大小姐不让国公爷发丧，原来是在等这一刻。大小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怎么不等玉儿来了再用膳？我是他父亲，哪有父亲等女儿呢？玉儿如今是6品官身，你若连这点规矩都不讲，旁人该如何尊重她？不管怎么样，她终归是女子，早晚要成婚的。那齐元洪马上就要成婚了，我看玉儿的婚事也该考虑一下，要不然传出去，还以为我楚国公的嫡女嫁不出去。你这样说，可有人选了？我觉得谢家的谢宁安不错，他是今年的进士，仅仅比那齐元洪低了1个名次。谢家倒也说得过去，谢宁安也确有几分才气，不过还是要看玉儿的意思。谢家最讲家训规矩，江玉嫁过去必受婆家掣肘，如此一来，她自不会再掺和楚国公府之事。可我听祖父说，玉儿妹妹的婚事由她自己做主。婚嫁之事，自古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便你祖父是国公，也不能越了我们这做父母的。二哥是说，父亲要将我许配给谢宁安？不错。谢家谨守礼制，最忌女子参政问政，他分明是想用婚姻控我前路。二哥，此事我心中已有数，只不过二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难道就不怕父亲动怒吗？如今我虽然恢复了嫡子的身份，但祖父这时候送你入朝，想必是想让你来继承楚国公府的基业。二哥，你本该是嫡子，这些年在外受尽苦楚，难道不想争一争这继承人的位置吗？我当然曾想过争，但这些年我身子亏空不说，心气儿早就磨没了。现在想想，与其挣扎，不如助你一臂之力。二哥这样想，倒是让我觉得有些惊讶。小时候每次大哥不懂事，做错事被祖父惩罚，你总是会替他求情。我那时就在想，若你是我亲妹妹该多好，现在终于成真的了。二哥，以后就由我护着你，护着整个楚国公府。好。王爷，这是怎么了？楚国公府今日发丧了。发丧？谁死了？难道是江家荣？正是。楚国公和江玉为了撇清和思妍爱的关系，竟然连唯一的嫡子都被舍弃了。怎么会如此？那他们还想让江玉继承楚国公府？
他们早就安排好了，要将那个病秧子庶子过继成嫡子。属下也未能料到他们如此狠绝，属下无能，还请殿下恕罪。这事儿不怪你，放眼整个大前，舍得杀嫡子世家，找不出第二个。安王竟然没有发怒，这不像他的脾气。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圆局，这江玉属实是有点意思啊。王爷若对那江玉有意思，不如纳他为妾室。哦，纳为妾室。王爷有所不知，属下和他成婚，但那桩婚事是有名无实的，属下未曾碰过他半分。只不过他现在有楚国公府和宁远侯府撑腰，对付他确实不容易。但若成了王爷的女人，不就一切是王爷的了吗？哼，像他那样聪明，做妾室未免有点可惜了吧？只要他肯识时务，本王倒不介意给他一个侧妃的位置。3日后，我和苏月珍大婚，到时我会请他过来。他那骄傲的人是一定会过来的。好，到时候本王可要好好的会会。主子，那青山伯父也太不要脸了，居然还敢发喜帖来邀您去参加齐元侯和苏玉珍的婚礼，一看就是想羞辱您。以为这样就能让我颜面尽失了吗？既然他们想让我去，那我就如他们所愿，应下了。可您若是真去了，还不知道外头那些碎嘴子要说成什么样子。谁说我要一个人去了？你去把全侯那些在乡下的亲戚，无论是打秋风的、借银子的，还是想找他帮忙的，通通请来。既然是要办婚事，那自然是要热闹些了。还是主子的办法好，奴婢这就安排人下去。小江大人来参加前夫的婚礼，怕是自讨苦吃吧？哎，或许还是放不下吧，毕竟女子向来优柔寡断。我知小江大人今日屈尊光临，想必是想将往日恩怨尽数忘怀了吧？自然。那请。江玉，你我毕竟夫妻一场，如今我婚事圆满，你也给自己寻个好归宿。是啊，虽说你和离过，但好歹也是楚国公府的嫡女，将来就是嫁个官夫或是为人继室，也算是好的。本王竟不知苏小姐干起媒婆一事。秦大人说笑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请下座吧。说起来，两家成婚乃是喜事，可为何今日本官却不见齐家长辈呢？这次怎么来的都是女方的亲戚？家中亲族多在乡间，路途遥远，不便奔波，就未请过来。江月，你当这里是乡下成亲啊？本小姐可是青山伯府的嫡女，怎么会什么人都请？唉，如此看来，倒是本官多管闲事了，已将二位的请帖送至乡下。你不能进去！我可是状元郎的表哥，他今日成亲，我怎么不能进去？快让我进去！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告诉你，状元郎还欠我钱呢，他看见我都得小心讨好，你有什么资格拦着我？既然都是新郎官的亲戚，都带进来吧。你有什么资格拦着我？你江玉，你把他们叫过来干什么？难道新郎官成婚，自家亲戚来不得吗？我这不过是成人之美罢了。当年齐元洪的亲戚成日上门打秋风，如今却想一脚踹开，哪有这般便宜的事儿？小弟，你这成亲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提前告知我们？难道是发达了，不想认亲了？表哥言重了，这不是婚事太忙，忘了提前通知了。大侄子，这位就是要娶的新娘子，模样真俊，那今晚我们可得好好闹个洞房。放肆！本小姐乃是青山伯父嫡女，岂容你们这些粗鄙乡民如此胡闹？侄媳妇儿，你既然嫁出去了，从今往后
可得听我们几个长辈的才是。齐元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赶紧把这些乡巴佬找人给我拖出去！月珍，他们毕竟是我叔伯亲人，既然都来了，就坐下来同饮一杯喜酒吧。不行，你自己看看他们穿的邋遢样子，简直犹如我青山伯府门楣。表弟啊，你这新娘什么意思啊？竟然看不起我们！我就是看不起你们，怎么了？这里是青山伯府，可不是乡间的牛棚猪圈。青山伯府又如何？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新娘子婚前就跟男人苟且，我侄子娶你这个破鞋就不错了。你们闹够了没有？来人，把几个刁民给我拖下去！好你个徐元洪，竟然如此狼心狗肺，以后你会后悔的！江玉竟敢让我如此颜面扫地，等他喝了那杯酒，我定要他跪着求我。你怎么还不走？既然都来了，自然是要尝尝青山伯府的酒菜喽。本王倒是没料到你竟然能搅出这么一出好戏。我向来恩怨分明，有仇必报。10年前便是如此。10年前我是什么样子？江玉，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秦元洪素来阴狠，这酒怕是没那么简单。我先干为敬。你为何不喝？难道是忘不了我吗？既然是同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大男人逼女子喝酒算什么本事？这一杯酒，本王喝了。不必。既然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这酒我喝便是。这喜酒也喝了，饭也吃了，若没有什么事，本官还有要事，恕不奉陪。不对，还是被下药了。那是可以倒出2种酒的2心壶。住手！六皇子来了，快走！多谢殿下相助。江玉，你不必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母后曾经说过，男女本就应当平等。你母后可曾说过，比如人人平等之类的？我母后生前确实说过这种话，但你怎么知道的？殿下的母后可曾说过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母后是说过这样的话，难道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对，但这件事情殿下能为我保密吗？安王殿下，这是何意？江玉，你醒了也挺好的，这种事情总归让清醒着做才有趣嘛。我竟然不知安王殿下对我还有这番心思。哼，本王原本是没有这种念头的，不过齐元洪告诉我，说你还是个处子。本王便觉得将你收为妾室，让你为我所用，也不错嘛。若殿下真想得到我，没有王妃之位，我可不会答应。哦，你愿意与本王在一起？我入朝为官，本意就是为楚国公府争一份荣耀。若殿下肯立我为王妃，我自会劝说祖父与殿下共谋大业。放心，你想要的本王都可以给你，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的伺候本王就行。妾身自当会尽心尽力伺候王爷周全，
只是这绳子……你既如此识相，那本王便帮你解开这绳子。蒋玉，你这个贱人，竟敢暗算我！来人，把蒋玉给我抓住了！糟了，没力气了。蒋玉，你还撑得住吗？蒋玉，我被人下药了，快带我走！快去请太医！好热，我好难受，我想要你帮帮我。阿玉，放手。不行，若是趁人之危，阿玉会生气的。阿玉，你醒了？可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啊？没有。刚才你中了药，神志不清。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那就好。你10年前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可你怎么突然恢复记忆了？可能是刚才被人砸了一下，砸醒了。阿玉，你知道吗？我一直害怕你回到原来的世界，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放心吧。阿玉，你说我们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吗？一定会的，只要我们一起，一定会做到。我们会做到，我答应过你，会跟你一起改变这个世界。好。景维，我先回去了。等一下。为什么我的心跳好快？明明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好了。世子爷，大小姐和秦王好像很亲啊。哎，不行，她绝对不能嫁给秦王。秦王尚未娶妻，大小姐嫁过去便是王妃，倒是也很般配。江玉本就心高气傲，若她真成了王妃，日后楚国公府还有谁能治得住她？那世子爷打算如何？你立刻去谢家传话，让他们明日一早就来提亲。是。哼，没想到纪元宏如此卑鄙，竟然派人给你下药。若不是秦王及时赶到，只怕我今日已落入安王之手。这些事儿绝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祖父放心，先前我审问杨嗣时便得知青山伯养了外室，
如今也是时候帮他们认祖归宗了。这下青山伯府要乱起来了。不仅如此，那安王也不能再让他闲着了。废物！若你下的什么害药，本王爷怎么会被那贱人诓了去？若不是你自己松开了绳子，那江玉又怎跑得了？王爷教训的是，只是众目睽睽之下，属下若是下的药太猛的话，怕是会被人发现。如今他已经有了警惕之心，我们再想要对付他，没那么容易了。王爷放心，属下有的是办法。你若再想不出一个有用的办法，你就别再出现在本王面前了。属下遵命。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儿？不会是让江玉打的吧？你能不能不提他？不能提他。我看你是忘不了他吧？你别忘了，今天你那些破落亲戚是谁叫来闹场子的？够了！我是你的夫君，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夫君？就凭你也配？你子孙3代都不能为官，嫁给你已是莫大的折辱。尊重你？哼！你想得美！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为你生儿育女。一个破鞋，一个颍指气使，等老子翻了身，第一个就把你休了。4年前，安王麾下进军申请军饷400万两，这些年军饷却涨到了800万两。明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何军饷却翻了1倍？景和14年，禁军配发长矛12万支，用铁72万斤；去年14万支，用铁整整112万斤。为何每支长矛无端重了近2斤？其中定有猫腻。你愣在这干什么？下午我要出外勤，查核物价账目。物价账目？我从前做过布匹买卖，对行情有印象。户部账面上有些价格浮动奇怪，我去调查一下。你们这些女人啊，就喜欢纠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成大漏，1分1厘皆国用，岂可轻视？哼，随你。本来还担心被他发现军费贪污，看来应该是无事的。江玉，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今日要出外勤，怎么，父亲有事找我？哦，正好，今日谢家上门提亲，你随为父去见见你未来夫君。哼，原来在这儿等着我。谢夫人，这便是我的女儿江玉。江玉见过谢夫人。你这孩子一身男装，怎么还自称全名？在下入朝为官，朝中称呼皆是如此，久而久之便习惯了。我倒是忘了，你还是女官。说来我朝近100年都没有什么女官了，上次差点成了女官的，好像还是先皇后啊。听说先皇后是个才情出众的女子，若是没有嫁入天家，大抵也和玉儿差不多。要我说，这女子为官，也就是图个新鲜。等玉儿成婚了以后，还是要相夫教子的。世子爷说的有理，这女子年岁一大，可就人老珠黄了。玉儿，这是谢家谢公子，你可还中意？江小姐，在下谢您安，久仰。谢公子如今官居何职？翰林院编修。原来是7品编修。那谢兄日后见到我，莫不要忘了称我江大人。江玉，你和宁安日后成婚，夫妻一体，又从朝上退下，何须论这些名衔？谢夫人有所不知，祖父耗费心血才将我托举送入朝堂。将来若是我日后成婚了，也断然不会
离开朝堂。什么？你的意思是加入谢家后，还要继续为官？不错。胡闹！你不退出朝堂，那将来谁来相夫教子？自然是我的夫君。玉儿，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母亲，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若是谢家公子没有这个打算，不如此事便算了，倒不如择一志同道合之人招为赘婿，未尝不可。赘婿？你们竟然想让宁安当赘婿？哦不，谢夫人别误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都是内女一派胡言。江月，你本就是弃妇，谢家不计前嫌，你怎能如此羞辱他们？还不快给谢夫人赔礼道歉！谢夫人，我自幼性格特立独行，与寻常女子走的不是一条路，两家若是强求联姻，只怕是彼此耽误罢了。像你这样叛经离道的女子，我们谢家可没有福分求娶。宁安，我们走。谢夫人，哎，谢夫人，谢夫人留步啊！玉儿，你这又是何苦呢？母亲可知，父亲为何着急将我嫁入谢家？我知道你父亲是怕你抢了他继承人的位置，但谢家门楣清贵，谢宁安瞧着也是个稳重之理，母亲也是希望你能有个归处。母亲，女子的归宿从来都不是嫁人，而是有安身立命的本事。你不愿意嫁给谢宁安，母亲不逼你，你千万不要因此生分了感情。母亲，您是唯一与我血脉相连之人，我定不会与母亲生分的。只是母亲，你可千万别再陪着父亲胡闹了。好，母亲都答应你。江玉，你马上和我一起去谢家请罪。不可能。你说什么？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够了。父亲。你没有权利命令玉儿。我知道，你是觉得玉儿抢了你的位置，才急得把玉儿嫁出去。但你要知道，如果没有玉儿，私盐一案时，楚国公府早就被满门抄斩了。可她只是个女子啊！您越过我，把楚国公府交给她，要我如何在人前自处？就你这被酒色糊住的脑子，真叫你执掌楚国公府，不出1月，便会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可你若听话，他日玉儿位极人臣，别人自会敬你。唉，儿子知道了。就算父亲把楚国公府交给江玉，等100年之后，这府邸还不是我的。你不要想着等我走了，你是玉儿的父亲，他拿你没有办法。我死之前，自会将你废掉。哼，把爵位传给玉儿。谢家去楚国公府提亲了，他们要娶谁？求娶的正是小将大人。不可能，阿玉是不可能会同意的。小将大人的确没答应，还在厅上当众讽谢宁安隐患他一声大人。这才是他。不对，他今日不休沐，为何出现在府内？听说是要调查户部的账册，还特意请了外勤。阿玉定然是发现什么了。这位公子，这里可不是你吃喝玩乐的地方。家兄马上就要入伍，我来是想给兄长打个兵器作为礼物。原来如此，那公子想要什么兵器？听说军中常用长矛。可以。公子，你看这柄长矛的样式如何？这个重多少斤？
大约6斤左右，是军中制式标配。这长矛的重量能否再重上2斤？那怎么行？行军打仗需时时刻刻拿着武器，若是太沉，岂不是累坏了？如此看来，4年前军中报来的6斤是对的。那么这几年，安王果真私吞军饷，且数额不小。景维，你怎么来这里了？这话不应该是我问你吗？此地不便细说。你的推测倒是合理，真没想到三哥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连军费也敢贪慕。4年来，那些消失的军费多半已化作私兵的粮草与兵器。父皇年事已高，三哥蠢蠢欲动也就算了，可军饷是军队的根本。安王算计我不成，日后定然会继续针对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除之后快。我计划在明日的早朝之上揭露此事。可仅凭兵器重量的对比，恐怕难以判断三哥的根基的。在我们的那个世界里，有一句话叫做：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尸体，那么黑暗中定然有无数只蟑螂。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块遮羞布给扯下。启禀殿下，今日江玉去街巷细查了布匹市价的行情。放着户部那些账册他不查，偏偏去查什么布匹，真当着朝堂是他做生意的铺子。王爷，这江玉确实靠卖布匹起家的，若查他身上的话，定会查出问题。既然他那些布匹税收有猫腻，那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不必理会。是，说来本王听说最近青山伯府有些不太平，伯爷在外养的妾室不知为何竟闹到府中来。伯爷和伯夫人现在闹得很僵，就连苏月珍也大打出手。哼，真是丢人现眼！回去告诉舅父，让这桩丑事若是传进了朝堂，坏了本王的大计，别怪本王不顾及亲情。启禀陛下，臣要举报青山伯。青山伯又犯了何事？青山伯府前有嫡女失德，今又传出饲养外室多年，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见青山伯私德有亏，不配为人君臣。青山伯可有此事？陛下，臣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望陛下饶恕臣一回。家门不正，还谈何治国？看来先前的凤罚不行你，那便降爵。父皇息怒，青山伯为国效力多年，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还请父皇手下留情。朕意已决。是。启禀陛下，微臣也有要事禀报。江爱卿，有何要事啊？陛下，微臣近日发现户部账目中有大批军费流向不明，疑似遭人贪没。江玉，你可知自己方才所言事关军政大事？陛下，微臣身为清查御史，岂敢妄言。微臣近日查阅军费时，意外发现自景和16年起，安王所辖禁军军费年年攀升，数字惊人。江玉，你休要血口喷人！军费上涨皆有正当理由，怎能胡乱揣测？可这些年禁军人数并未显著增加，那么军费又用在了何处？南州连年水患，北界又遭旱灾，粮价铁价巨涨，此乃常情。可为何铁器的采购量也随之翻倍？可朕记得这几年并没有觉得铁器上报数量有上浮。回陛下，
铁器的数量的确未上升，但重量却变了。原先军中制式长矛重6斤，到了今年长矛形制未改，重量却升至8斤。安王，朕为什么没有听说禁军长矛重量增加？儿臣也不知。陛下，这1杆如此也就罢了，可这1000杆、10000杆皆是如此，那多的铁又到哪儿了？军费贪墨事小，铁器流向事大，背后之人此举目的究竟是谋私，还是谋反？安王要如何解释？父皇，是儿臣监管不力，定是有人从暗中动了手脚。儿臣立刻彻查此案，必定将贪墨之言全数追回。此事查不出真相，你这颗脑袋也留不得了。江玉，此案既由你揭发，便交由你全权监理。若有人阻挠，准你处置。微臣遵旨。殿下息怒，我一日筹谋数年，思君才刚刚成型，便被江玉给挑破。如今父皇对我已经有所忌惮。那江玉阴险狡诈，心思深沉，根本不似女子。若不是舅父执意让齐元洪做女婿，我们怎会与他结怨至此？还有那外室，偏偏在这个时候闹到堂前。今日宁远后参我时，我便怀疑此事是江玉所为。可舅父府中家奴落在江玉手中时，本王和江玉还没有对立。我养外室之事，府中知情者寥寥，但当初月珍派去放火的杨四确实之一。结合江玉刚回上京，便审问了杨四，或许从他口中得此秘辛吧。若此女真的如此工于心计，那我母妃进宫前的事，江玉有可能也知道了。若是江玉揭露出我的真实身份，那我还如何能继位？母妃的禁足已解，舅父还是抓紧时间想办法，赶紧派人将寒食伞送入宫中。是。寒食伞，那可是能牵使人心智、令人致死的药物。安王要把这药送给贵妃娘娘，那服药之人不就是？此番军费贪墨案揭露，安王怕是再难翻身了。青山伯将绝，思君暴露，接连2大重创，安王怕是要沉不住气了。只要他一急，便会露出破绽，到时我们就能彻底将他扳倒。玉儿，除去安王后，也该好好考虑你的婚事了。以祖父看，秦王是个极好的良配。祖父，祖父，祖父是真心想替你谋一桩好的姻缘。于思秦王若与你成亲，国公府与秦王自成一体。于公，秦王才识心性皆为上乘，又对你情根深重，是难得的良配。祖父，我如今无心考虑婚事，此事还是容后再议吧。傻丫头，看来要我这个老头子亲自为你们铺路了。殿下今年也有20了，可曾想过成亲一事？自然想过，只是他不愿意。殿下所言的她，可是老臣的孙女儿江玉。正是。殿下可知玉儿当年为何愿意嫁齐元洪，如今却不肯嫁给你？我不明白。那时玉儿出身卑微，是个孤女，嫁给齐元洪，他能助她一臂之力。如今玉儿是我楚国公府的嫡女，她能掌握的权柄比以前多了许多。
殿下想让他倾心，不只要给他情谊，还要给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楚国公，本王明白了。老臣甘拜下风。他不愿意嫁我，是怕失去他的抱负，那我便助他成就所愿。这说还是个事儿，对，他已经说这么事。陛下身体抱恙，早朝取消了。今早早朝取消，各位大人请回吧。陛下已7日未上朝，不知病情是否严重啊？只是旧疾发作，柳太医已悉心诊治。那何时恢复早朝？咱家也不知道。陛下这是啥情况？奇怪，陛下素来勤政，怎会突然连接数日不上朝？听说陛下身体抱恙，近日夜夜留宿贵妃宫中。贵妃娘娘年岁不小了，怎的还能如此得宠？不知道啊。走吧走吧。皇上这般反常，绝非偶然，得尽快与警卫商议此事。听说你要来，我亲手做的，尝尝。这点心做工复杂，你竟然记得？你从小就喜欢这一口，我如何能忘记呢？味道如何？很好吃。你喜欢，我以后天天给你做。对了，我今日来是有一件事情想问你的。你说。陛下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状况？我也有些时日未见父皇了。听宫里的人说，父皇时常情绪反复，暴躁不安。唯独在贵妃宫中时，情绪才稍微安定。只能在贵妃的寝宫中平复情绪。陛下会不会是被人暗中下药了？下药？民间有一种药物，初服时可安神镇静，久而久之却会成瘾，甚至还会影响神智。没想到三哥竟敢对父皇下手。当务之急是得想个法子见到陛下，问及具体情况。我若无父皇的召见，我也不能轻易进入后宫。你可有办法让我进去？我可以设法传信给太后，但如今后宫大权都在贵妃手中。你想顺利进宫，得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理由？若是太后想见未来的秦王妃，就算是贵妃，也无权阻拦。秦王妃？母妃，江玉明日入宫，您千万不能让他见到父皇。上次他害本宫禁足，本宫还未与他算账。这倒好，哼，自己大摇大摆的进宫来了。赵月珍进宫，明日本宫便替他报仇。是。站住！凭什么我沦为笑柄，而他却平步青云？江玉，你眼睛瞎了吗？没看见我姑母在此？微臣江玉见过贵妃娘娘。几月不见，你竟从要被休弃的弃妇升成了女官的位置，真是好手段啊！侥幸得陛下亲眼罢了。贵妃娘娘，太后尚在殿中等候，可否容我等先行离去？放肆！区区个太监，也敢教我姑母如何行事？回去禀告太后，就说本宫与江玉有些话要聊，稍后便亲自送她过去。这无妨，我随贵妃娘娘走一趟便是。
是奴才告退。江玉，你方才见到我姑母，为何不行叩拜之礼？微臣既然是官绅，自然该行朝臣之礼。这里是后宫，又不是前朝，你身为女子，理应行叩拜之礼才是。本宫也觉得月珍说的有些道理。既然如此，你就重新下跪行礼吧，这样就不会破坏了宫中的规矩。贵妃娘娘，正所谓礼有定制，微臣身为朝廷命臣，自当依官礼行事。叩拜之举，恕难从命。姑母，你看他现在这副模样，分明就是目无尊上，藐视宫规。江玉，本宫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跪还是不跪？当年高祖秦潇湘面见皇夫之母，尚未叩拜，正因位尊为先。若是贵妃娘娘执意要微臣行叩拜之礼，岂不暗指高祖错乱礼制？好一个能言善辩，会拿圣人说事。不过，就算你再伶牙俐齿又如何？本宫要你跪，不需要理由。来人，让他跪下。诸位可要想清楚了，殴打朝廷命臣，伤者杖100，徒3年，死者斩首示众。娘娘，一群没用的废物，你们不敢打，我来。苏叶真，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看来当初在街市上还是打少了些。姑母，你看他，哼，别以为拿着律法就能在我面前嚣张了。本宫今日偏要打你，你又能如何呢？江玉，你今日若是敢还手，那就是大不敬。我姑母可以立刻找人杀了你。住手！太后驾到！谁敢在哀家面前动手伤人？微臣江玉拜见太后。嫔妾拜见太后。哀家召江玉入宫是有要事相商，怎么，贵妃要在殿前行私刑？太后息怒，臣妾是觉得江玉不熟宫中管制，想替着您训诫一二。江玉是朝中命臣，你一个嫔妃怎么可以随意动手伤人？江玉，随哀家来吧。是。姑姑，难道就这么放了他了？太后要他走，我还能拦着他不成？可表哥说了，绝不能让他见到陛下。放心，一会儿我便亲自送汤给陛下。待陛下睡了，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见不着。哼！景维倒是找了个好媳妇儿。启禀太后，微臣此次入宫，实为替秦王殿下调查陛下的真实病情。真实病情？往日陛下虽有头疾，却不曾闭门不出，如今日日宿在贵妃寝宫里，实属反常。说来，哀家近日也遣人前去探望，但都被婉拒。正因如此，秦王殿下才忧心忡忡，特命微臣入宫调查真实情况。可如今陛下身边只留贵妃贴身服侍，若他不许旁人靠近，连哀家都难以插手啊！此事关乎社稷安稳，微臣斗胆，请太后相助。走水了，走水了！哎呦，你们还在这干什么？赶快跟我去救火呀！快走，快救火！快！
陛下，陛下，朕的头好痛。你是哪里来的小太监？陛下，微臣江玉。陛下，江玉，你怎么在这儿？这可是后宫啊！陛下连日不理朝政，贵妃又将消息封锁，不允许旁人探望。秦王殿下担心陛下安危，特请微臣带太医入宫，望陛下恕罪。朕这几日确实是浑身乏力，头痛欲裂。除了头痛，陛下可否有其他症状？是否经常夜不能寐，神志不清？的确如此。朕这是怎么了？我若点出贵妃下药，皇上未必肯信；但若是他自己推断出来的，定然深信不疑。陛下病症怪异，微臣斗胆，请王太医为陛下把脉，望陛下准允。允。太医，朕这是得了什么怪病？脉象显示，陛下中了寒食散已有月余，若不马上停止，唯恐性命难保啊！寒食散，那不是传说中令人上瘾致命的禁药吗？是谁？是谁对朕下毒？微臣不敢妄下断言。朕每发作时，都是去贵妃寝宫，方才稍感清明。难道是贵妃？微臣不知，但微臣斗胆，恳请陛下陪臣演一出戏，彻底将下毒之人一网打尽。好，朕倒是要看看是谁这么大逆不道。火势如何了？回禀贵妃娘娘，火已扑灭，仅焚了偏殿一隅，并无大碍。那江玉可还在太后寝宫？起火时，江玉一直都在太后寝宫，方才动身离开皇宫。姑母，那江玉进宫可能未必是来见陛下，莫非他是想做齐王妃压我一头？他就是个贱人。姑母，齐元洪虽然同我成婚，可他每日做梦叫的都是他的名字。再过不到半月，陛下就会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景宁，到时候你就是长公主，想要什么男人没有？哼，何必在乎一个齐元洪呢？姑母说的是啊。江玉，我听说你要嫁给秦王，你我才和离多久，你就二婚？你能二婚，我就不能二嫁，你不觉得可笑吗？你当初非要和我和离，是不是想借楚国嫡女的身份加入高门？男人可以凭一纸婚书换仕途高升，女人为何不能为前程择良配？齐元洪，这些还都是你教我的。况且那日你都将我送上安王的床榻了，现在来说这些，不觉得恶心吗？我那是有苦衷的。总之，念在你我夫妻一场，我劝你若想活命，离开秦王。我嫁与谁，活不活命，就不劳你费心了。你有这时间，不如好好操心操心你和苏月珍的感情吧。江玉，你会后悔的。安王急功近利，用药凶狠，太医说陛下的身体恐怕撑不过1个月了。皇宫里有贵妃把持后宫，外有安王的禁军驻守，看来他们快要动手了。半月后便是天授大典，陛下无论如何都必须露面，这是他们动手的最好时机。但如今离上京最近，能与禁军抗衡的军队都在北京，若想掩人耳目，将人悄无声息地调入上京，难如登天。所以我说服陛下把此物交给你。这是父皇亲自掌管的暗卫虎符。不错，此虎符可调动暗卫3000，暗卫从不轻易抛头露面，绝不会惊扰安王的耳目。安宇果然谋略惊人。玉儿啊，即便是为了探查陛下的病情，也没必要这么快就让太后降下赐婚懿旨啊。祖父，此事是我和秦王共同商议的。懿旨已下，你若再想反悔，可就没机会了。祖父不必担心，秦王已亲口允诺孙女，
即便成婚后，也不会将我拘于后宅。他愿意和孙女一起打理朝政。原来如此，那祖父就安心了。本王要你找的那个人如何了？找到了，人已经处死了。很好，一切万事俱备，接下来只等着天寿大典，本王继位了。别杀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放心，我不会杀你的，只要你乖乖待在这里，我可以保你不死。我不跑，你别杀我，别杀我！要是你死了，我还怎么拿你当筹码要挟安王这个蠢货？这里面关的人就是安王的生父。不错，齐元洪为人警惕，若是不给他留下安王的把柄，他又如何肯安心为他卖命？于是我便派人调查，发现他果然留下了此人的姓名。你对他倒是了解得很清楚。我们相处10年，我当然了解他了。那你愿意花点时间了解我？他这是吃醋了。日后我是要嫁与你的，自然有一辈子的时间来了解你。陛下，药好了，该喝药了。等他再喝下这碗药，就会彻底失去神智，成为我最听话的傀儡。今日朕觉得身子轻快了很多，这药就先不喝了吧。那怎么能行，陛下？柳太医说了，此药一日不可断，否则将前功尽弃。好，朕喝。陛下，近日政务繁忙，不如就趁文武百官都上朝之际，将这传位诏书拟下，可好？好。那陛下就在这封诏书上写下景宁的名字吧。好。成了，从此这江山就是景宁的了。陛下，您龙体欠安，这天寿大典就交由嫔妾打理吧。陛下，大典关乎国仪，此事恐有不妥啊！无妨，便依贵妃之意。吉时已到，文武百官依序献礼。吉时已到，文武百官依序献礼。吏部尚书徐大人献上玉如意见。陛下，许大人忠心耿耿，你应该好好赏赐他才是。许爱妾忠贞可嘉，赏黄金1000两。谢陛下恩典。兵部侍郎王大人献红珊瑚1株。陛下，这红珊瑚极其难寻，王大人想必有心了。王爱卿身为正一品，谢陛下恩典。陛下这是怎么了？哼，早知送礼有功，老夫说什么也要掏根家底。父皇，儿臣今日为您准备玉龙踏云图1幅。陛下，这图象征着龙腾万里，国运昌盛，是景宁对您一番深情孝义啊。景宁有心了。奇怪，陛下怎会毫无奖赏？难道是因为等会儿要传位？秦王，你的礼物呢？父皇，儿臣献上百兽献喜图1幅。百兽图？陛下大寿，秦王却献些猛禽猛兽，未免有些不妥吧？百兽图乃祥瑞之象，正合天子之手。
说到底也不过是短命畜生。我看秦王分明就是不安好心，想借此讽刺陛下。贵妃娘娘有所不知，这百兽朝宗寓意万邦来朝，象征着四海升平，天下归一。你一个区区6品女官，竟敢顶撞本宫！来人，将江玉拖下去，杖责30。贵妃娘娘，小将大人据实言理，不赦不轻。况且今日父皇的寿辰，在大殿之上若见血光，恐招不祥。罢了，今日本宫便堪。诸位大人，请入席。陛下，臣妾今日特地命御膳房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您尝一口可好？陛下！父皇！陛下！父皇，快传太医进殿！哼！吕太医，父皇怎么了？陛下食用的饭菜中混有剧毒断肠草，陛下已经……来人，把今日御膳房的厨子给我带过来！大胆狗贼，是谁指示你给父皇下毒的？大胆狗贼，是谁指使你给父皇下毒的？奴才不敢说。你若现在不说，当场就杖毙。是秦王殿下吩咐奴才下毒的。他说，只要陛下驾崩，他便可以上位。好一个狼子野心的逆子，你竟然敢弑父！你说是秦王安排，那秦王又是何时召见的你？是昨日。胡说！秦王已半月未踏入宫门一步。是秦王殿下身边之人。那你说说看，是我身边何人？够了！六弟，人证在此，你还在狡辩？今日我就要替父皇清君侧，门外禁军听令，就地诛杀秦王。禁卫不得擅入内宫。三哥，今日之事，我看你早有预谋，你想强夺帝位。哼，我何须强夺？父皇在病重之前，早已拟好退位诏书，将皇位传位于我。诸位请看，这确实陛下亲笔啊。如此看来，安王的确没有理由给陛下下药啊。若这道诏书是假的呢？江玉，你有什么资格质疑诏书？我手上的才是真正的圣旨。这怎么可能？朕久病缠身，思及储君人选为秦王忠诚仁孝，才德兼备，特立为太子，思朕100年后继承大统。这2份诏书字迹相同，到底哪份是真的？贵妃手中的那道诏书，乃是陛下神志不清时写下的伪诏，而我手中的，则是陛下清醒时亲手所写。胡说八道！你手中的才是假的。我能证明，江玉是真的。陛下，陛下！哇，陛下醒了！陛下，你不是……朕不过是服了碧玺的假死药，你当真以为区区的寒食散就能蒙蔽朕的心智？朕不过是陪你演戏罢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父皇，这皇位本应该就是我的，为何要传位于他？你住口！你若真做了这龙椅，才是天理难容，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朕的儿子。来人，把安王生父带上来。此人名叫莫奇，是贵妃入宫前的旧识。
也是安王的生父。曹道明罪该万死，安王确实是我与贵妃所生。绝后，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就算我不是皇子又如何？现在所有的禁卫军都得听我的号令，江山我照样夺。暗卫，暗卫，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切。秦锦宁，束手就擒吧。都是你们逼我造反的！青宁，娘娘，青山伯、徐远、王周等安王余孽，勾连谋逆，罪证确凿，3日之后全族问斩，以儆效尤。此番若非景为与疆域联手拨乱，朕恐早已造身。今册封秦王秦景为为储君，继承大统；疆域为皇后，辅佐国政，共护社稷江山。吾皇圣明。你可真舍得，楠楠才4岁，你别和大臣们说要传位给他。他是我们亲手教养出来的，日后自然能担起这江山。你就不怕会遭人非议？怕什么？你不也是女子吗？却能与我同担风雨，共顶江山。楠楠若能随你一般，天下何惧？父王，来。